Perfume， 歪男，俗称啊，俗称歪男的哪一个版本？一样 La Perfume 哈，就是香精版，一样的 La Perfume 香精版，做不同版本的。好，哦 ，OK， 第一个是左边是天之骄子 La Perfume， La Perfume， 那右边是歪男，你看它的扩散之强，我们隔着口罩，旁边人马上就闻得到味道。刚才那个冲进来都还没有那么大。来，我们来问问看，这个歪男还是鸡歪男，好不好？哎，这支是今年才出，2021才出的，最新的，最新的。 OK 好，那因为好像没什么人介，好像啊，是。我们来试试看。第一个介绍了。对，歪男。YSL 的新时代的香水，就不再让那种夜香啊、颓废啊那个形象完全拉掉，是这种蓝调的香水，就跟蔚蓝、旷野之心是那个歪蓝 OK 3000克，然后那个低盐基叫什么？ The One 不是那个蓝色那瓶叫什么Light Blue ？Light Blue，但 Light Blue 比较偏度假，那这个都是日常使用，因为现在气温越来越高嘛。是，所以这个是走年轻世代的。年轻世代，好，完全是新世代的香水。 OK， 来，我们来试一下。试试看。哎，你有没有觉得 La Perfume 黑的非常有质感？我非常喜欢它这个黑。我本来以为这个 Eau de Lude 的应该味道会很沉重，就完全不是。哎，这个味道我喜欢，这应该是喷这几支目前我最喜欢的一支。是不是？它整个就是优化它的整个商业香的产品线。是哦，清新的磁场，但是不到那种柑橘调的那种清新，不是哦。它应该是属于这次我肯定没有错。对，我肯定没有错。跟大家讲，哇，它的香材用的这么的年轻。第一个前调，苹果、全香、葡萄柚还有生姜哦。它有点辛辣调哈，一点点辛辣。哎，我觉得不会，我觉得就是它要带出那个清新年轻的感觉。那中调是鼠尾草、薰衣草、天竺葵，凉了。对。那基调是零香豆、雪松、乳香，还有广藿香。赞的。我觉得这个 Michael 会喜欢。你可以这样，对，直接闻一下。不要了哈，那个坑太大了。开这个试试看。那个好，歪男 La Perfume， 对 La Perfume。哦，这个好，你看现场直接，对不对？所以它是在商业香的范畴里面，但是我觉得它的水准不输一般的沙龙香。对，好，它已经到差不多快到准高定的水准了。准高定。在录影的。对，那香味的呈现上的丰富跟几乎没有什么化工感。对。哦，而且老讲它的一般商业香会用的材料是比较合成，但是我觉得它每一个香材都是粒粒分明哦。如果用范例来举例的话，它是每一颗都很清楚，就是它每一个材料都是立体活现的。因为它这个蓝调香水不像其他，这个好像是它今年蓝香2021年唯一出的一支，就是就没有了，就这一支，就是倾力之作了，应该是倾力之作哈，因为它今年好像没有出其他蓝香，就只有这支。那你觉得这一支适合在什么样的时间点？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上班就可以上班对不对？因为它有一点活力的味道，它不是那种晚上那种萎靡的那种夜香，跟刚才比起来，是，他可能就是想摆脱这个牌子，想摆脱之前的形象，就是不要。可能天之骄子那个系列夜幕系列做得太好了，所以大家会一直期盼，就是是不是还是类似的？那他这个 Y 世代，他想要做个不同的区隔，对，不同产品线，所以他才把那个部分停掉，是停掉。我觉得这一支真的有让人家新世代新味道，年轻，但是它的用料是扎实的，
那你现在觉得在你身上是什么调会比较多？它就是个果香调，然后海洋调，应该叫海洋调，因为它有个全香嘛，对不对？就是海洋调，让你在有非常非常有层次的香味里面，但是又保持着活力跟年轻，活力跟年轻，而不是这么的老气，应该讲这么的老气。你一闻就知道它是个高品质的味道，但是它的价钱可能不需要花那么多钱。不需要花。那它跟这个天之骄子系列，哪一个价格比较高？真的因为物价涨了啦。它就是你要想看那个旷野之心跟蔚蓝有多么的成功，他当然是想要超越他们，对，是，或者是找一个可以让大家突破，对，第三方选择，第三方选择，对，第三方支付，第三方选择，就是让如果他们可能也已经出了一段时间了，他可能是希望切入这个市场，就是你可能已经喷腻了，你已经都。这个味道你都不用喷，光拿起瓶子来你就觉得有点疲乏的时候，它会给你的一个新的选择。OK， 是，而且它的瓶子我觉得还挺好看，非常好看，很有质感，很有质感。全黑，Y，你看这边有个 Y， 但是你不要被它这个全黑的外观给蒙蔽了哦。事实上，它这个年轻味道哦，颜色对，并不是深层的，也并不是神秘的，对，它就是一个年轻，然后你还有什么年轻人的形容词？年轻，然后带一点涵养，带一点深度，然后又有一点，事实上它有点甜甜的感觉，对，它还是有它的。这个品牌的价值就是它传统要想要表达的，但是整个把它翻新了，就是它的形象来讲是年轻的，而且是有活力，是不再跟刚才夜幕版就是很单纯的就只能晚上，没错，好，最多就是4点5点开始用，对，白天可能用太粉了，这个是11点开始，这个其实白天就可以，白天可以，其实我夏天到11点，我夏天最喜欢用这个，夏天最喜欢用这个，所以你会把它定位在海洋调。它就不入调，对 ，OK。那如果这一支，你看现在那个凡赛色叫 Brilliant Blue， 那也是那个蓝调。那么现在每家都一定要有这种这个产品，对 Blue 蓝调。OK。那你觉得在众多的 Blue 当中，我们把它定位为海洋调嘛，好不好？那你觉得这一支海洋调，你会给它0到10分到几分？哇！如果要跟这个香调里的扛把子，比如说蔚蓝啊、旷野之心比，对，如果他们可能是10分，对，我觉得这个可能有9.8分，真的是不分轩轾。哇 ，OK， 是，那差那0.2分差在哪里？就是那0.2分，因为前面上述那2个，我们有的时候会戏称它为渣男香，其实它不太渣。OK， 它不太渣，对，它不渣，对，它不渣。OK， 但是我觉得比他们更有层次一点，是因为香料它在香材的使用上更丰富，对，更丰富一点。那如果是一抖出来，你还以为是高定香，对，当然。这个毫无疑问，因为我刚刚就说它香材粒粒分明了哦，不会像是化学合成的带给你的感觉。那如果说以海洋这个调性来说的话，你看，哎，商业香怎么会加这个？对啊，对不对？它用料是非常的好，商业香不会加这个。再走一次。对，商业香不会加，有下面这些东西其实不太会加，琥珀木跟乳香，对。一般不会加进去啊，当笨了哈。对，那如果以蓝调来说的话，如果说香奈儿大家给它10分，那我觉得 YSL 这一支 Y 男 La Perfume 我会给它到10.2分。哇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那个10分是大家在还不够了解台湾，在还不够了解香水品牌的时候，一定是先从2个大品牌开始着手嘛，对不对？不论是 Chanel 或者是迪奥。但是你就缺乏更多资讯的时候，你就太容易把眼睛前面看到就认为它是1跟2了。那事实上，我觉得如果蓝调表达这一支不输他们，而且我觉得香水更是要做出自己的特色，就是
你喷上身的时候，你就是要跟别人与众不同。当特别大家身上都是 Chanel Blue 的时候，太容易中枪。对，你跟别人你又没有办法跟别人与众不同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觉得喷香水就是要找出自己的个性，那这会是你的另外的一种选择。所以我给他的分数是，而且现在撞向几率，我想微乎其微。是啊，微乎其微。OK，而且它是个让人家有记忆点的香水。好，有记忆点的香水。OK， 好，谢谢豪哥今天带来这个 YSL La Parfum Y 男的 Y 男 La Parfum 系列，好，今年才出的，谢谢，拜拜。